大家好，我是 Hiker CP，现在我人在嘿全家南山村，路不知道一年要来几次这样，但我去年来的比较少了，今年想要多来。现在真的非常冷，所以就刚刚把外套给穿上这样。那是晚上8点半，从台北独自毒杀，明天就是要爬这边的山这样子，先卖个关子，卖个一下下的关子这样，因为今天突然发布寒流，所以非常非常的冷。那我们先去吃饭 ，Go Go！ 我靠，崭新的全家，全部以前这边是座位，现在这边是座位，现在全部都换了一个陈列了，非常新哎。坐在旁边了。本来想要睡在环清宫，这一个很大的扛棒，那就是省钱，所以我们决定继续走下去，睡车上。平等国小。刚好这边有个位置，停在这里。OK， 好，现在要在车上睡觉。奇怪，卡瓦斯的羽绒板盖。刚刚雾真的很大，可能太专心了，开个车我脸就变瘦了。重点就是这么的简单了。我们先睡觉，有什么废话，明天再说。晚安，拜拜。就是昨天不是很冷，但是睡不好，因为这个扁掉了。fuck， 不行。这个加到水里，这个。方法23。好，现在7点，平等国小出发。天气非常的好啊，还有月亮，非常冷，所以我临时把拉贡尼亚的保暖套穿里面，真的太冷了。小学。南山部落的国小就是要来这边上课上，跟大家说我现在在哪里？我现在在南山部落，就很明显要爬那里了。今天就是要去，最近有个毛病，这毛病就是我一睡觉起来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的脚底板很痒。那脚底板很痒要怎么样呢？我们就要去治脚痒的山，治家痒。那我们现在就准备要出发。治脚痒，看看能不能把我们这个疾病给治好，这样子 ，OK， 先出发 ，Go Go。我说2个，然后另外一个说跑山兽了，跑山兽，跑山兽怎么臭名远播啊？就是毒憨仔。Peter 不能是这样 ，Peter 你要找一个跑山伴，不要再毒憨了。现在继续可爱。终于晒太阳了，救赎，真是冷到翻了，真的很冷。我昨天开车过来是1度，外面是0度1度，真的很冷，真的很冷。像我今天都是大太阳，到宝藏，现在就是一路沿着这边下去到吊桥。车真的又要开下来了，这个开不下来了。西马2馆看起来没人住啊，或者出发了。然后西西兰溪吊桥，猎人孤岛，出发 ，Go Go！ 很美哎，这个有种在走那个
东浦那个吊桥一样。那这个吊桥感觉翻新过，很稳定，非常稳。不稳的吊桥在哪里？跟各位告诉一下，百越最不稳的吊桥就是南山段的无双吊桥。那个吊桥呢，已偏移参考路线50米以上，请确认行进方向。探讨文化历史，猎人竞技场、穴居、绳索、休息区，蛮酷的。墓园、学组哦，还挂学组哦，自家养，这是小牌子。OK， 大件家养，出发。哦，看起来就这个，这就是一个是最高，一个是基点峰这样子。你扔咖时候就有人来接你了，打这支电话0931851575。走起来就好一点了，啊，真的蛮担心的。现在就是应该等一下就会脱外套。我们现在先走到3.1，3.1是营地，不确定，应该是没有过溪啊。其实我没有来过，应该说我上次从这里走进去的时候，我们在大概4K 的时候就撤退，因为下暴雨，而且我们在前面还没到3.1的位置就在爬树，然后踩水，然后就迷路这样子，因为那时候摸黑。路记忆不是很清楚，加上我们又很菜，所以就一直走错这样。经过那已经是好几年前的事了，现在应该是很清楚了啊，希望是很清楚这样子。营地，然后营地要装一壶水。这是看起来很奇怪，就是因为平常在家睡觉，毛毛，然后只是要睡觉用啊，我刚刚把它带出来的。上次还是全部湿哒哒，下暴雨。我们不畏前方的困难，只去往前冲。后来大家都爆了，我们就撤退了。山永远都在啊，老话一句。我现在的装扮很像什么观光客但我是要去爬百岳的，有点奇怪。好，现在下去吸水处装水，因为我是2管这样一升。多带一个500ml，因为滤水器有点脏，就换了一个。然后这也是它感忘记怎么念了。好，反正就是叫 KAT 好了。然后 B3， 它这有出军规绿色，这个是蓝色的，蛮水的。那最主要的差异就是它在这个头上面呢，可以放一个活性炭。这样子，那活性炭应该是可以让水更干净、更好喝啊。应该主要是味道过滤透过这里，然后这个是让味道比较不会有那种水路屎的味道。它就可以这样装进去，算还蛮不错的，还 OK 啊。但我觉得原本的更大，这个是因为活性炭吧，所以稍微小一点。就是一个水的味道，好不好？最高级别的赞美，这没什么味道，通常都有一个臭水味。哦，反正这个加活性炭是没啊，你也可以不用用活性炭，就是如果没有味道的水，其实像这种水其实应该是不用用活性炭的，但有用活性炭的话，我们的爬山的感受会更高级一点。这样，活性炭的 B3， 这是有0.5ml 的啊。那我们等一下把它装满，出发。Patagonia 的。我忘记它的名字了，但就是偏化纤保暖，里面是这样一格一格洞洞的，我就要把它脱掉。背包是有蛮大的空间啊，所以就没关系，它脱掉。而且里面穿 Static 的阿法，但我带到短袖了，然后里面也穿短袖跟背心，再加风雨衣，应该就会一直抖上，蛮热的。芒草建筑穿烂，所以我还是用20D 的老人头，真的很像什么要去郊游的阿伯这样。好，没关系，自家养就是郊游啊。OK， 我们出发 ，Go Go！下吃3颗 O2 跟3颗的中富耐酸胶囊，因为等一下就是爬坡，无止境的爬坡。O2 就是针对高海拔比较不会有副作用，中富耐酸胶囊就是针对爬坡的阈值可以维持在一个强度比较陡上的就可以先吃。那 O2 建议是出发就吃啊，我刚忘记了。以体自行掩，排乙啊，不是以体，以排乙自行掩埋，发挥公德心。一般是可以在这里扎营。明天如果不想住外面的话，你可以走进来，大概1个小时啦，1个小时内就可以到了。这边好像比较不平，可以到上面一点的地方，应该是。那很多人说为什么要吃那么多的增补剂？爬山都没有在吃那真的要吃干嘛？
哦，没有绝对，没有真的，也没有假的，看你的目的。你今天想要轻松一点，那你就吃嘛，吃有用的。你今天想要累一点，你今天心情很不好，你今天就想要超爆，不够累不行，不要吃，吃少一点，但安全就好。今天心情不好，跟客户吵架，跟男朋友女朋友分手，哦，离婚的，发泄一下。那你就不要吃，就一直爬，就让自己很累这样。好，所以没有绝对。那你今天是要破 PB 的比赛的，当然我们就尽量把对自己有帮助的去尝试去用，让自己的表现可以做到最好这样。OK， 那我们现在就正式3.1爬到8点，应该是8.5吧，5K 陡上。我们希望2个小时可以上去，希望啦。看起来是一个很棒、很棒、很棒、倍儿棒天气。我们看到这边自己找营地，棒啊，超棒，陡上。Go go！ 好，事实证明，不要小看它，只是背心，非常的暖，非常暖。好，我睡觉毛毛也很暖，我把它拿掉了。后面有 2.0， 哦，它已经出新款了，旗舰馆的2.0，那我们全穿过。那今年恩龙会出蛮多的型号，应该会在4、5月吧，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好陡啊！好陡！我觉得这个爬完脚不会痒，但会痛，所以有另外一个病，所以我建议治脚痒是骗人的。好累啊，好陡啊！啊，终于遇到人了，用上班的人，下午用上班，早41个，这家都是松针啊，走起来非常非常舒服，5到10度的气温，现在应该可能10出头了，非常棒，非常棒，真是很舒压。瓢单有水，所以他们有过夜，也可以喝多一点水了。4.2，因为我们上次下大雨走到这边，差不多就要阵亡了，大家都很崩溃。那时候就想要真的下雨哦，穿雨衣要全湿哦，脚都湿了哦，往上冲哦，阵亡下退撤退就闪人了。比如说这一次是我，接下来的路呢，接下来的路都是通往未知的道路，偏开心。好，我喜欢走没走过的，走过了就大概知道一些状况嘛，没这么有趣。这种没走过的呢，就很多惊喜。这也是我们去爬山，然后爬探勘的一些某种层面来说的意义啦。从未知获得乐趣跟勇气，我觉得所有鼓起勇气的事情都是因为你害怕，才需要鼓起勇气嘛。一直觉得爬山这么难，你都可以爬了，人生就没什么困难的事情了啦。就是我们爬山人吃苦耐劳的一个特性。哇，真的很棒，天气很好。凌晨2时了。5.5楼店是比较便宜的地方。最近有那个登山恋爱实境秀，说要找比照单身级地狱，我是觉得登山级地狱吧。一堆臭臭的人去登山，我是不知道该怎么样去交流，应该是臭味的交流、嗅觉的交流，大家不敢碰，好不好？最重要就是要有肢体接触嘛。登山呢，真的很臭，好不好？除了我以外，那我是觉得可以办在中央间，详细的资讯。编剧1对1对决，天堂岛、地狱岛，我都已经写好了，非常清楚，写在我的社群上。天堂路安步上到中央间，离天堂最近的地方就是天堂三角点，可以在那边冲个3合1咖啡，跟吃全家的面包，非常的浪漫。如果在上面谈的不开心，就叫他走死亡连线，这样你就自己回中央间西山屋这个地狱山屋去陪老鼠玩。知道一直有一些公司在做这个登山交友这件事，还有登山 App 这件事。Grace， 大家如果单身男、单身狗可以去下载这个 Grace 户外交友哦，没有业配，没有业配，上面就是登山、潜水、户外的健康交友这样子。我刚刚上来的心得就是爬山真的很喘，没办法交流，中央间应该会死，而且还要过溪哦，还要游泳哦。虽然我觉得中央间溪瀑布很漂亮，可以作为约会的地点，它那边远到靠北。单身集体里面教你游泳，男嘉宾教女嘉宾游泳啊。如果去的话呢，我就是被教游泳的那个，因为我不会游泳。
OK， 我们继续陡上，陡。好，那我觉得登山就是患难见真情啊。登山可以看出一个人的个性适不适合交往，非常的8-7-8准。这个蛮期待的、啊，据说要拍10集，希望可以办在中央间。单身级地狱有直升机的画面嘛？那如果直升机出现，叫直升机救援也是一个蛮合理的事情，符合这个剧情导向。OK， 我刚看到那个对面远处的中央间。我们快要到赛良久营地了，朴丹，就到了赛良久，大概4梯吧，4-5梯就满了，不是很大。东西好了，好飞啊！看到东西就想坐下来。啊，上到3000了，大概2900。碧路巨石连峰，然后这个就是不是南湖，是奇来北跟主，对。然后呢，因为这个最远的很远的玉山超屌，它这个比较尖的是白姑、大山跟西峰这样子。那我们这边其实是合欢山啊，合欢山不是在北一端，我们已经是靠北2了。很前了，6.9，岔路，85吧，山口跟自家阳继续往上。我们先到自家阳 ，Go Go。好，双层高级啊！好，中餐鲔鱼加鱼 charge 这样子喝，等下去装水啊，等下装这个 beef free 把它灌进去，再加一些果胶这样，这样，过来。补充一下 RC 跟电解力，剂量充足。我看水蛮大的，就用这个来装水账，因为这边是有讯号的。OK， 准备出发，去了这里，蛮适合来这里带笔电办公，看这个 view， 真的蛮不错的。夏天可以来这里。住个3天。再次印证，3、4月是一个非常好爬山的季节。下雨，这样的芒草，因为冬天被雪压垮了，这样草是比较矮，不会那么长。秋季就会非常的长，很难走。现在就是路都比较宽，这样，所以3、4月是很棒的时间。中间的确是离天堂最近的地方。OK， 好，起来，雪适合办这个单身。很适合办这个登山极地狱这个实境秀，就是办在这里。Good， 有水池，挑担池，有个七卡，老虎像。到了，自家阳山3289，新的牌子，哇，赞哦！基点峰吧。上面还有一个最高峰，第一次这样走上来，上面有这个樱花钩吻龟，不知道为什么长得像大坝的啊，应该就是大坝樱花钩吻龟，因为这边是雪霸国家公园。好，我们花了多久？1800， 8.8，4个书。那我应该休息了40-50分钟哦，大概反正4个多小时上来这样子，比我预期的差很多。我本来预期3个小时这样子，那还不错。我们去基点峰 ，Go Go。雪山南峰就是以前上雪山，就是自家这条路，所以就是雪山旧路，从自家靠上去，就经过雪南，上到主峰这样子。雪山应该在后面了。为什么我来过自家阳，可是我没有爬过针呢？因为我第一次来撤退嘛，4K 撤退，下大雨。这次来呢，走雪线逆走，4天
走到雪山大小剑雪山，走下自家下，所以我是没有从单独爬上这样过。大剑就在我们远方，这里大剑山、大剑雪剑，然后这样走到雪阻翠池雪阻这样。那个草坡呢，非常适合住人，很漂亮。应该就是完美谷了，对，想起来了，完美谷，它是雪山三叉峰，我都还记得，我真的是记性很好。OK， 到了，靠背，那个牌子脚不痒，自家养，高一点啊，什么都没有，一点风，啊，没东西，真的有牌子，所以我建议是不用上来也可以，对，但是这个是叫做应该算是最高峰，后面就下去，不好走，雪南的位置那边有臼齿，有营地可以取水。衣服这样穿很不错，就是风雨加一件羊毛薄的 Midsummer 小蝴蝶 Midsummer 的长裤，所以非常舒适。然后现在看的是大景 ，OK。这个行程呢非常适合新手来练习单攻，我讲的是单攻哦。过夜反而比较累哦，然后你摸个早黑，4、5点出发，目前到这里下山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你抓到6小时到7小时上来，中午后下山是非常非常安全的。然后这个路线非常清楚，而且步条非常少，因为路太清楚了，所以走起来也算是蛮不错，安全，适合郊游，所以登山郊游的初阶版可以来自家养，没什么腹地了，我没什么腹地可以约会，大家可能要自己找树丛这样，那可能会踩到一些大便，会比较臭一点。那这边就是雪山的人线，哇，突突的，对面就是中文间，就是奇来竹北，大剑接雪剑接完美谷，可以走到这条路线这样子，那就是非常进阶的纵走哦，很适合大家，不适合大家去啦这样子。OK， 那我们等一下速速下山。朴丹池，空空的，盖了一个小厕所。好，这个就是有活性炭，可以不要用，它这个消耗品可以替换，然后里面就是滤芯，啊，我是觉得用的还不错啦，没有味道，这样水没有味道。放进去，盖起来就好。Be free 的，我大部分都是用 Be free 啊，长重走才可能用双头。爬山偶尔以前会带那个发泡锭，我会装那种散装的上来喝，然后大部分我会喝 B 或 C， 然后让它有味道。其实我只是想喝有味道的东西这样。当然果胶是有补热量，发泡锭就没有热量，当然就是可以补充一些维他命这样子。哦，弄得蛮快的。好，准备出发，下山 ，Go Go！ 我们回到这个马武坝岔口。来自家养最大的目的呢，刚刚都是在暖身，好累哦，就是要去马武坝山，走 O 型到马武坝的，它应该是先到主峰还是基点峰，那就是这一段看起来要去尿尿的路，我们就要往这边走。来这边已经想了很久了，自家养加马武坝，因为马武坝没走过，自家也没走过。特别想来走，是因为我查的资料都没有2026的资料，我就不太熟，我就决定自己来走一个，帮大家走出2026的记录，这样子。像马伦白姑，大家已经走了很多了，不用再走了，靠大家的路把它踏平，以后都不会有红线了。
以后就踏平了。因为马武坝的记录非常少，而且还真的还常有2007、2010、2015这种很久很久以前的记录这样，然后都不太准。马武坝山因为原路下去很普通嘛，要走一个尿尿不普通的路这样子。OK， 那到底会怎么样呢？我也不知道，走就知道了。然后尿尿路我突然想要拉屎啊，先走再说。好 ，Go Go。哎呦，有布条哎！我干！你边坡，呀！从那边下来，理论上不会太难走吧？不要讲大话啊！换了一只眼镜，害怕被戳到了，然后要透明一点，所以就换上这只叫做 Akiwi 的太阳眼镜，把 AK 先换掉，这样子。渣男 AK， 讲错话，我不是渣男啊！接下来都有一些小路可以走，因为看得到环山嘛，我们就是要往，应该就这条人啊，前面这条人，他们应该要过去这左下角的位置，然后再下这条人这样子。好，那边就看到有人线了，应该不会太困难了。其实现在蛮宽的，上面很多水。fuck！ 它很陡的，一定要小心一点，别冲太快。看到悬崖还是要小心一点，因为怕走到是断头人，断头人就直接摔下去了，所以要慢，一定要慢，用登山杖去拨地上。确定有路在走，到右它很高的，要小心。我们不知道要滑去哪里了，很陡啊！就是我看到要往这根走，我现在有走到了这根巨巨。
我自己觉得蛮神奇，就是我都能在很远的地方就瞄到这个，就有布条，粉红色的，这是一个与生俱来的能力。从这个比较茂密的森林走出来，然后就走到应该是铁山吧，是一个百岳很常见的地形。我们现在走在这个人线上，所以基本上你是沿着比较大的树，也不是比较大的树，那怎么讲？就是树会在两旁啦，然后中间零散的树，然后就是走中间。你看到这边会有一点往下斜，这边往下斜，通常都一定不是这样走，一定是走正中间最高的位置，因为前人就是走在人上面。那我们现在应该直直走，一直往主峰去，这样。还是有这个稀疏的布条，但有些落差蛮大的，千万不要急，不要走快，然后一定要用登山杖。很容易就一个窟窿，太密了，你看不太到地上，除非它很顺的走。这样踢开，OK， 就这样掉下去，更好走。巨木哦，巨树，巨根，要下人的一个地形，所以你看又要往下走了。那往下走的话，你会看到这边其实是一个往下，这边往下，所以我们就是走这个中间下去，当然是绕可以踩的位置，但基本上会走在人上。那这边就要小心一点，因为有时候会你的路线会比较靠边坡，你滑下去有可能真的会滑出去。对，这个都不能失误，不能失误。所以我们非常建议登山杖一定是要带的，你就是两边插在左右，把你人留在中间，重心 hold 住这样子 ，OK， 头。就跟有一些像北二段连接处、白板、甘薯南那边，还有碧路，反正有一些山头跟山头连接的位置，大概就会是这个地形这样，对。这一年，哎！宽人的位置，要下去。看起来是要上到那个峰了，稍微往上爬一点。理论上就是那是基点峰啊，很神奇耶，这绿绿的叶子，这是有没有？
271最高啊，我平等要250，马武坝90。到这个马武坝，这应该是马武坝山头最高点，像有个马武坝山。可那个马武坝山就已经是2400了，就不是2700。我不知道，有请百岳系，这我不是很懂。那就从这边一路这样靠上来，这样高的树，哇！总结来说，走过来就是第一段比较杂，然后中间后面就还好，然后布条算蛮密的，所以这个应该算是一个很初阶的探勘了。其实也不算探勘，就是一个可以走的路这样子。但如果说你是完全没经验的，我觉得是可以来尝试走走看，然后练一下路感，因为我觉得路感非常重要。像我自己一开始不习惯，今天开始不习惯，后来又好了。走路其实是非常自在，很快就看到布条，这样很快就看到哪一条路要走，然后走错很快就会反应到、感知到这个第六感的百岳第六感、迷路感，这样这个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感，反正就是敢走就对了。这个初阶探勘。不知道马武坝山还要再下300，这段路好不好走不知道，就好像稍微长一点，大概不过不超过2公里啦。那今天的天气非常非常的好，然后这一条路应该是早期很多人在走，布条都绑得蛮密的，只是记录我觉得真的是不多，然后非常建议要登山模式来走，不要用越野跑的方式冲，因为非常非常的危险。我们继续出发 ，Go Go！ 好，我刚刚想了一下那个登山恋爱实境秀。中央间真的很棒，因为会去爬中央间的，就是会爬到没有朋友，所以他们非常需要交友，那就去登山中央间交朋友，好不好？这群人可能都是已经爬到没朋友的孤家寡人，就希望剧组可以考虑这个要素，就办在中央间吧，一定会大爆满的。如果没有大爆满，我们就改在老地方象山这样子，好不好？先试试看中央间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你的镜头会出现几台直升机。好，我们继续往一个奇怪的路，继续往下，然后都是这些深绿色的绿叶，歪沟起湍的路啊。差点扭到。不要放回去。到岔路，这边有3个方向，从最高峰过去，直走是往武林农场，那我们要往基点峰的方向前进。对，武林农场这个不知道怎么走，应该是顺的啊，因为是白线，感觉是蛮好走的。这边就可以下到那个离公车踩的位置，所以是农场游客中心那一带，不是大水池，不是四秀，不是雪山，比较靠游客中心啊。OK。你们要这样走的也是可以，那我们要往基点峰前进。那刚刚走过来的话，我觉得 OK 啦，不难走。摸黑也可以走，摸黑这个应该也不难，也不会到太难走，但摸黑要找一下路这样。白天是还 OK。那我们走到这个岔路，大概花了应该是40分钟。好，我们继续出发 ，Go Go！ 走出森林，居然是有草坡哎！哇，南山段走一走，走出草坡，一样的开心，超扯！有了，对面就是中央间了，中央间爸爸出来了！哇，不知道哇什么，炫啊！这样走真的很好，舒服。看这个，超级大景，到了3等3角点，马武坝
29点，3点出头，继续出发，离开这个其实蛮奇怪的，一个平坦的草原上是一个三角点，现在就是乘着中央间下间隔。我刚才讲中央间爸爸，不是，是中央间哥哥，间哥，好不好？只可远观，不可亵玩。要去的一定要做好准备。是如果你有恋爱实境秀的剧组的话，就不用担心了哦，就可以自由自在的郊游、登山，享受臭味相投这样子，直接可以看到环山部落，蛮屌的。然后一条路直这样下去，应该是蛮好走的吧？好像蛮少从这一面下去。北在左手边这个状况好像很少见，非常少见，真的非常少见。洗的一个很大的，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一路下山，介绍一下这个23升方 bus， 我是觉得非常好用。等一下，奶头垂了，大冰奶垂了。23升，我是觉得是目前想要走单攻百岳的最佳的背包，目前没有看到比这个更适合的，因为越野背包太小了，没办法应付一些紧急装备。啊，Bumper 是23升，我用过好几次，但是这次又很有感，无脑袋。对，当然你要精简，你要走很长距离的，很多东西要带的，炉头、炉具，这个都完全没问题，因为它是可以过夜的。南湖测试过冬季带睡袋跟帐篷，我觉得单攻长程很好用。你走短程的背这也完全没问题，你要背一些爽凉、可乐干嘛的都很 OK。如果你已经有类似30到35升的背包，我觉得建议你先不要入手，除非你没有预算考量，是老玩家了。那我建议这颗还是真的是最好最佳解，因为2根在前面，后面小背包，然后网袋都非常非常好用，空间又非常非常的够。就上面下来了，就是大剑山。美谷到雪山在后面。提一下，从出发吃 O2， 目前状况都蛮好，这种 4 也不错，就是整个都不会太辛苦啦，都顺顺的这样。那电解质，今天流汗我觉得算还 OK， 这样一次补4颗，拉2个小时补，是很非常 OK。对，补勤要一点，也有设定时间，每个小时补2颗也是没问题。那因为现在是有风嘛，温度也没那么的高。我的想法就是塔关山跟关山岭，那想要找一些认识的朋友，开放一些不认识的朋友，因为本来想要包个7人座，但我发现朋友好像蛮多的，有可能会超过，所以我决定要弄一个中巴号召。那我可能会找我不认识的，因为一直很想要找一些网友啊、山友来爬山，但是有些太难了，我就是会有一些疑虑嘛。这个2颗就相对简单，可是我还是会筛选，找寻有缘人，然后我们就一起搭乘恋爱中巴去从台北爬那个南横的2颗百岳。因为我还没去过，近期会公布，然后约一下时间这样。我大概只会开1次，因为这2座山实在太远，我可能只会去1次。我会设一些条件，到时候符合的你就来报名。那如果你是也差这2座，然后你也90几座，我可能就会优先考虑你这样子，因为你看起来蛮可怜的，跟我一样可怜。碎石路这样。蛮吃膝盖跟大腿的。钻狗洞哦，还好我很瘦，太胖了出不来了。就是秃田，还在种苗这样，是那个吊桥，但我们要走这个吊桥。走公路回去。来到吊桥了，爬1颗而已啊。好，回来了，骑马的那个岔路，那我们就结束20K 上下2000，是蛮累的，9个小时内。所以 O 型9小时抓9到13这样子，给参考。2026年，好不好？就有这个记录了，很自由。突然就来爬山，爬个1天，然
然后等下就要回台北，明天要补工作，这样体悟到一件事情，想跟大家分享，就是因为我一直都很想要这样开车来爬山，然后我就会随性的这样子。最近很好的体悟就是，我其实一直都不会后悔之前做的事情，我们应该要后悔的是没做的事情。所以这个理念影响蛮深的，就是我会觉得，好，你现在想要赶快爬，就赶快去；你现在想要做什么事，赶快去；你现在想要 all in， 不要随便 all in。好，你现在想要爬哪一座百岳，赶快揪朋友去。突然好像有动力要玩百，所以就想恋爱中吧。585型，这个给各位参考，一个非常非常初阶的探勘，我觉得初阶的初阶，这样2个初阶。好，现在回到平等国小。好，那这个影片呢，都是用 Hiking Book 去做出来的。基本上我也是用 Hiking Book 在看等高线，然后做这些影片的地图，做一个记录。然后所以想要去爬任何的山，可以来追踪我的账号。那我过去 YouTube 所有拍的影片，大部分都有留记录在上面。那我的 marker 应该是写的还算 OK， 没有写什么太智障的东西这样。好，还是想到那个后悔的事情，所以我在想说要不要去参加这个登山恋爱实境秀，展现什么？展现一下轻量化的实力，好像用错方向了。好，没关系。那如果你真的很想看我参加了，你就底下留言告诉我到底要不要去呢？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喜欢我这边欢迎订阅、按赞、分享、加开启小铃铛。我是 Hiker CP， 我们下次山上见，拜。